俩结婚的30万，你全拿去买了这3个铁箍子，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中介催着交新店定金，你倒好，1毛不剩，全砸这堆废铁上。阿瑶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这天热的不对劲，我一铁哥们偷偷跟我透的底，马上要大面积断电了。你瞧瞧这温度，整座城空调全在玩命转，工业局那变压器撑不住了，都快冒火了，随时要拉闸。电一断，咱家那些肉全得臭。我弄这3台发电机，就是给咱家铺子留条活路，到时候整条农贸街全得来求咱，几十万上百万，几十万上百万的往回转，到时候你想盘几个盘几个。我看你是想发财想魔怔了。万宝柱，你想干嘛？这3台机器值30万，碰坏了你怕是赔不起。你那大店看着挺唬人，断了电就是个铁皮棺材。这天气，我介意用不了半天，里头那些货全得臭，整条街都得捂鼻子绕着走。搁这吓唬谁呢？老子干了15年肉特当，啥阵仗没经过？大面积停电，闻所未闻。你就守着这堆破烂等着哭吧！哼！少扯那些有的没的，我就问一句，新店面的定金，你今天还能不能拿得出来？下个月咱俩就得结婚了，你是打算让我跟你耗在这个破摊子里，熏一辈子生肉味吗？楠楠，你信我这回，停了电这些生肉全得砸手里。你除了会给我画饼，还会干什么？今天钱要是拿不出来，咱俩就拉倒。楠楠，你还跟着死脑根磨蹭什么？我找人代购的新款包刚到手，走，上我车里吹空调去。郑源，算我白跟你这么多年，你就守着这肉燕子自己过吧，一辈子打光棍的命。钱是咱家攒给你娶媳妇儿的，你1分不剩全花了，楠楠也让你气跑了。媳妇儿跑了还能再找，可真断了电，这一冰柜一冰浆的肉全得烂，咱家3代人的铺子就算彻底完了。这钱是你起早贪黑一块肉一块肉切出来的，爸妈信你这手艺，你怎么定咱就怎么干。那批极品牛肉全给我搬进冰柜码好，制冷机给我拧到头，老子就等这波高温翻着倍儿的往外卖。旧冰柜全腾干净，现在就上隔热板，3台发电机的油全给我灌满，一丁点都不许少。万老板，给我来50斤牛腱子。我也要。得嘞，今儿我这铺子里几千斤鲜肉敞开了挑，管够。50斤2500，扫码还是现金？还是万老板有底气。你瞅瞅那天热的，整条街就你屋里货最全乎。做生意说到底就一个字胆儿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没胆量就别在这行混饭吃。小郑啊，你这机器摆弄半天了，怎么冰柜还是空的？人家对面万宝珠都快卖疯了。周叔，这天热的太邪乎了，今天我没打算进太多货。不进你吃什么？3伏天就是抢钱的时候。你没看万宝柱那边门槛都快让人踩断了。机器真要停了，几千斤鲜肉1个小时就全变味，还是稳当点好，少赚总比赔光强。小郑，听你叔一句劝，你把家底全砸这几个铁包子上了，冰柜里连块肉都没有，这营人还怎么往下干？周叔，真不用替我操心，您今晚也少备点货，千万别往冰柜里塞太多。你小子怎么油盐不进呢？算了，我去隔壁万宝柱那儿拿货了，人家那才叫做生意。郑老板，今天给你下多少？200斤，挑最好的部位，多1斤我都不要。200斤？郑老板，你跟我闹着玩呢？街口那些饭馆一晚上就能烧掉上千斤肉，就按我说的来。万宝珠今儿可是备了整整几千斤货，你这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。有买卖不做，白耽误功夫。爸，备用的冰块全搬出来码好。妈，你检查一下隔热板封边，一处缝隙都别留。小远，统共就这么点货，犯得着这么麻烦吗？真要断了电，这3台机器就是整条街的命，半点岔子都不能出。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把这几台铁疙瘩退了，去给万哥赔个不是，往后大家还能分你一口饭吃。管好你嘴里的珍珠吧。你就是块茅坑里的石头。变压器炸了，停电了，全断电了，断电了，全街都断电了。快给制冰厂打电话，还有多少要多少，先把冰柜给我稳住。喂，苏老板，我要30块大冰，马上送过来。冰块？你跟我提冰块？全区都停电了，我那制冰机全趴捂了，我自己户里的货都快捂不住了，哪还有冰往外发？他说发不了货，全城的制冰厂全瘫了，一块冰都挤不出来。那赶紧去搞干电池泵，带电瓶的那种，给冰柜应急。全借光了，一个都没了，买都买不到。现在一个干电池泵的价都炒到平常5倍了，拿现钱都抢不着货。几千斤货，再捂上2个钟头，全都得完。3号机灌网。
制冷水泵起。2号机负荷拉满，所有冰柜风速制冷。全部汇网完毕。爸，循环没问题，把卷帘门拉上去吧。万哥，你歇口气吧，这么扇一宿，人哪扛得住？不能歇，风扇一停，里头就全毁了。你一个人能顾得过来几个柜子？这里面可是堆了几千斤货啊！能保住一柜是一柜。万哥，感觉这肉颜色不对劲儿啊！你说啥？好臭啊！全完了。全坏了！闭嘴！这是上面一点，底下还有没臭的，底下的肯定还有救。万哥，别翻了，算算吧，亏了多少？进价30块1斤，备了5000斤货，15万，总共15万。15万，全赔光了。就算还有几块没臭的，闷在这温度里泡一宿，到明天早上也得全完。15万。万哥，你看对面，那3台机器是不是瞧着有点眼熟？万老板，我来拿货了。你这铺子里什么味儿？呛得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这是啥情况？周叔，昨晚不是停电了吗？断了几个钟头的电，肉稍微有点变化了。你拿回去用水冲一冲，不耽误用。万宝柱，你糊弄谁呢？这肉都软成烂棉花了，又臭又腥。你让我拿这玩意儿去开馆子，万一吃饭一桌子客人，你替我赔钱吗？周叔，真没那么玄乎。大火爆炒，调料下重点，客人根本吃不出来的。你这不是砸自己招牌，你是要拉我垫背。我老周干了大半辈子饭馆，从没赚过这种黑心钱。今天这货我一块都不能要。哟，周叔今天够早的呀，今天要拿多少货？这什么味儿啊？谁家下水道炸了？峰哥别拿筐了，你快来看这肉，几千斤全坏了，1斤没剩。我昨天看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肉味跟下水道一样，闻着就想吐，还怎么卖啊？大伙都看见了，这批货明摆着全废了，冰柜里血水都淌一地。万宝柱，你这些肉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，一块都别想往外卖了。我们昨天交的定金退了吧，白纸黑字，谁也别耽误谁。我昨晚进了6桌包席，菜单上全是你这儿的牛肉，现在你断我的货，我立马得去别家高价现调，这一来一回我得往里插多少？定金马上退。没工夫跟你耗，我昨天付的3000块定金，现在就退，少1分今天这事儿都过不去。还有我的2000块，退钱。我昨天给你转了3000块定金，万宝柱，不是哥几个不讲情面，你这肉臭成这样，我们拿回去就是砸自己买卖，退钱。对，退钱，赶紧把定金退了。定金退了，我立马走人，还得赶着去别家调货，没工夫跟你在这耗。各位老板、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听我说一句，昨晚全区拉闸，不是我万宝柱能说了算的，这是天灾呀。咱们都是做生意的人，互相担待一下行不行？这批货我按5块钱1斤给你们，就当帮我扛一把。5块，白送都没人敢要。你闻闻这味儿，吃出个好歹来，医药费你掏还是我掏？这是要人命的事儿。周哥说的对，买卖有买卖的规矩，交了钱就得拿到好货。现在你货交不出来，定金1分都别想赖。沈若楠，你去收银台把账本翻出来，现在就给我们挨个退。别找我，我就是临时过来帮着算个账的，钱压根不在我手上。
钱呢？拿钱！钱没了。昨晚进货的时候，为了拿到最低价格，我管全打给上游养殖场了，1分都没留。全打过去了，合着你手里1分现钱都没剩？没钱了，全砸进去了，全捂在这批货里头了。哼，万宝柱，你的抗风险能力呢？连台备用发电机都舍不得置办，进货倒敢一把梭哈，你充什么大老板？楠楠，你那张卡里是不是还存着10万块死期？先借我周转一下，把各位老板的定金退了。明天我就找人拆解，保证加倍还你。咱俩这交情，你总得拉我一把。你打我那10万的主意，那是我的私房钱，是我这些年一块一块攒下来的命根子，谁都不能动。你自己把钱砸进这堆臭肉里，凭什么让我给你填这个窟窿？我又不欠你的。楠楠，你昨天还说这生意有我一半呢，怎么今天就翻脸不认了？那是你能赚钱的时候说的话，现在你连定金都退不出来，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哎，你们看那边，走，过去看看。新鲜的，全都是新鲜的，这肉色，这弹性，简直绝了！郑老板，你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全城都断电了，你这儿居然硬生生冻出个冰窖来！昨天我劝大家多囤货，今天看大家货都没备够。别提了，昨天我看万宝柱那边货堆得跟山似的，就是心说跟着大店走总稳当吧，谁能想到说断电就断电。小郑，叔服了，这回叔是心服口服，你小子是真有远见。昨天我还嫌你怂，今儿才看明白，满街就你一个明白人。郑老板，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我今晚5桌包席，菜都排好了，一道主菜都不能缺。你这柜子里的货我全包了，一口价，你说多少就多少。不讲道理了，峰哥，你讲不讲道理？你一个人全端走，我们剩下的喝西北风啊！我那边也有好几桌等着上菜呢。我那大排档今晚开业2周年，招牌烤串全指着这口鲜肉撑场面。郑老板，给我称80斤，剩下的他们爱咋分咋分。凡事总得讲个先来后到，我老周可是头一个踏进你这门槛的。小郑，给我来100斤，我现在就扫码转账，1秒都不耽误。给我来50斤，你让20斤，我要30斤，让，我这筐都快挤散架了。嘿，谁的脚我筐都让踩烂了。小郑，我知道今天全城就你这一家还有牛肉，平时1斤35，今天我出45，给我装50斤。峰哥，你这不是哄抬价吗？你这么喊，让我们怎么跟？你出不起就别跟，45卖不卖？你出45，我出50，50块1斤。郑老板，你现在就给我称，我这边排着队等着下锅呢。50块1斤，你们疯了吧？拿回去爆炒了端上桌，一盘得卖多少钱？哪个客人肯掏这个价？不骂我黑心才怪，这不是砸自家招牌吗？小郑，别人我不管，叔今天确实没带那么多现钱，45行不行？你先给叔称点救个急，差的钱回头叔1分不少补你。都别跟我抢了，我出55。60，我给60，只要能撑住我今晚那几个包厢，这单赔本我也认了。都别喊了，把手机全放下。小郑，价格你要是不满意，咱们还能再商量，你开个数。不用商量，我郑远做买卖不搞这一套，跟拍卖似的，价高者得，发灾难财的事儿，我不干。小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昨天价多少，今天还多少？普通牛肉1斤35，牛腱子1斤40，1分都不往上加。你说什么？普通牛肉1斤35，牛腱子1斤40。小郑，你糊涂了吧？
这可是全区独一份的鲜肉，你往外喊45、55都有人抢破头。确定原价？小郑，就算你今天喊80块一斤，我们也只能咬着牙掏钱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把几十万的利润白白往外扔啊！赚几十万，然后呢？要是我今天卖你们80，你们拿回去能怎么办？要么把菜价翻倍，客人掀桌子，要么自己往里头搭钱，撑不了几天就关门。咱们全是这条街上混饭的，你们的馆子要是全倒了，我明天进的货卖给谁？买卖不是一锤子的事儿，我今天保住你们有货下锅，你们往后就认准我这个供货点，这才是长久的活法。硬气！张老板，就凭你今天这一句，往后我馆子里要用的肉，只要你这儿有，我绝不去别家拿。小郑，哥也跟你交个底，以前哥老往对面跑，是哥眼瞎。从今往后，就算你这儿的肉一斤贵个3块2块，哥也铁了心在你这儿进货。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，往后就在郑老板这儿定了。还有我，往后我馆子里要用的肉，全跟郑老板拿。各位，大伙儿信得过我，我心里有数。可今儿我这儿一共就备了200斤货，一个人端不走，大家都少拿点儿，互相匀一匀。峰哥，你那6桌包席，一桌按2份算，30斤足够撑住场面了。行，就听你的。这30斤我保证足斤足两，少1两，你回来找我。刘哥，你那大排档今晚招年庆，招牌菜不能断，给你40斤。够了，我省着点用，绝对够了。郑老板，你这情分我记下了。周叔，你摊子小，平时一晚上也就卖个30来斤，今儿给你20斤，早点卖完，早点回去歇着。好孩子，叔在这条街上卖了半辈子菜，没见过你这么仗义的。往后你在这条街上，叔记你一辈子的好。35块一斤，1分不多，1分不少。1分没涨，原价卖的。满柜子的货全臭了，10几万的货款，一条街的信誉全没了。小远，装几个防盗探就够了吧？你让赵师傅拿造桥墩的那种高强土的螺纹钢，把3台发电机整个罩起来，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爸，探头只能事后看回放，防不住有人提前动手脚。郑老板，背面这排散热口尺寸上你有啥讲究？通风必须给够，不能影响机器散热，但格栅的间距不能超过3厘米，手伸不进去。我老赵在这条街上烧了半辈子电焊，还是头一遭见人给发电机上这种级别的防护。这可是30毫米加粗的实心螺纹钢，别说拿撬棒了，就算上大型切割机，没个把小时也甭想嵌几道口子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这3个锁扣全部双面满焊，焊死在最里侧的凹槽里，让任何工具都夹不住，撬不开。好家伙，全钢防盗锁，这玩意儿结实的过了头。小郑，我可把话说前头，这锁要是哪天钥匙丢了，连我都只能上高温焊枪慢慢把它熔开。今儿别说人了，就算是一只蚊子，它也别想钻过这铁笼子。小远，咱们这条街上都是街坊邻居的，大伙儿做了这么多年买卖，谁会干那种下三滥的勾当？
你这防的是谁呀？爸，几十万的家当搁在外头转着，没那个想法还好说，如果真有得了红眼病的，咱们可防不住。人被逼到绝路上的时候，心里头那股嫉妒比啥都吓人。喂，王老板，今天全区断电的事儿，我们养殖场都听说了，但咱厂里的规矩你心里有数，一手交钱，一手给货单，说好的事儿改不了。孙哥，我这边啥情况你还不清楚吗？几千斤货全捂在冰柜里了，一块都没剩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货款一共15万，你昨天亲口答应今天结清尾款。明天一早8点，养殖场的收款车到你铺子里收现金。要是拿不出，孙哥，你宽限我几天，就几天。万老板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不是我说了算，是厂里白纸黑字定死的。钱凑不齐，你那间双门面大商铺可就不再姓万了。提前把铺子的转让合同备好，别到时候手忙脚乱。凭什么？凭什么郑远还有货？凭什么他成了整条街唯一还能往外卖肉的人？只要其中一台机器运行不了，制冷就得断，几百斤鲜肉全得捂臭。到那时候，他郑源也不是什么赢家，我也不是唯一一个输光的人。对，所有人都得停摆，这条街谁也别想往前跑，谁也别想把话语权从我手里拿走。小远，这都下半夜了，你盯着这破屏幕看啥呢？还不赶紧睡？快了，就快了。什么快了？还真来了。这身形咋看着像对面万宝柱？除了他，整条街没人会在这个点儿睡不着觉。用不了几秒，郑源，你那冰柜里的货全得跟我那几千斤臭肉一个下场。就飙倒呢！谁家发电机会拿修桥的钢筋焊笼子？脑子有病吧！白费力气，你那破锯片磨到尖天，也啃不动这几根钢筋。你一直在盯着我。羞愧和恐惧搅在一起，冲垮了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。眼前这座铁笼纹丝不动，身后街对面他的铺子里恶臭熏天，烂肉堆成山，账本上全是催命的数字。15万欠款，明早8点上门收铺子的人，再加上之前他嘲讽过的那些话，炫耀过的那些老经验，此刻一股脑全变成巴掌，抽回自己脸上。全完了。小远，这哭得太惨了，我去瞅瞅，别真出什么事儿。爸，别去。可是，让他哭。他现在脑子里全是嫉妒和不甘心，这股疯劲儿没撒干净，谁过去都没用。等眼泪流干了，人才能静下来，才能想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儿。明天一早我去找他谈，他要是真愿意认这个错，真愿意改，我们可以拉他一把。万老板，到点了。
15万全款。今天你是拿钱还是拿铺子？全完了，全臭了。我不想看这个钱。孙哥，你亲眼看看，我这铺子里还有啥？一块好肉都没剩下。那个女的也跑了，连我压箱底的10万块都让她卷走了。我现在都比脸还干净，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变15万出来？养殖场的规矩，昨儿个夜里电话里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，拿不出钱，铺子抵账，白纸黑字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这份转让协议签了，带上你剩下那点值钱的东西，立马走人。孙哥，你再容我几天，等店一来，我就是去借，也把你这15万一分不少的补上。哼，借？你现在这名头，整条街谁还敢把钱往你身上压？你去打听打听，没人借钱给一个穷光蛋。我不想再听半句废话。现在落笔，我们立马接手铺子，清场，把那堆臭肉拖走。孙哥，不签，那咱们走法律程序。法院传票一到，你名下所有东西全查封，到时候你连张火车票都买不了，别说翻本，饭都吃不上。2条路自己选，要么签字走人，要么等着法院来封铺子。等一下，郑老板，这是我跟万宝柱之间的烂账，你跑过来插一脚，算怎么回事？孙哥，账他今天确实结不清，但这个铺子你今天不能收。郑老板，你在教我做生意？他欠我15万真金白银，你让他拿什么抵？这是我铺子这2天的销售流水，加上我店里那几个高标准的保温柜，全街的馆子现在只认我这一个供货点。我是你们的优质客户，我没说错吧？万宝柱欠你的15万，我替他做全额担保，缓3天，3天之内他还不清，你来我铺子里拉我的机器抵债。你疯了吧？同行是冤家，昨晚他还摸黑去你那边想砸你的机器，你今天跑来替他担债。一家独大，那是死路。一条街就我一个亮着灯，客流只会越来越少。卖肉的得抱团才能成气候，家家户户都开着门亮着灯，买主才愿意往这条街上走。这是做买卖的基本道理，你不懂吗？一间堆满臭肉的烂铺子，想变现基本没戏，光清理费就得搭进去不少。但如果有郑老板，这条街天天有进账的金字招牌，肯替他做连带担保，那这笔烂账可就不一样了。郑老板有魄力，这个担保我认。3天之后，15万连本带利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到底图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昨天晚上我还摸到你铺子门口拿钳子去断你的机器，这些你都看见了，你还跑来替我扛债。图什么？刚才我已经说过了。这2台冷藏柜，我看了下里面的肉色还没完全变灰，底下有批牛腱子扛到了现在，肉质还行，有救。但顶多再撑1个钟头，再不通上制冷，这批肉也得捂臭，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。把你铺子的总闸拉了。爸，扯线，把咱发电机主电源接过来。动了，压缩天动了，保住了，至少几百斤好肉全保住了。这批肉就是我翻身的本钱，就是还清那15万的指望。郑兄弟，我对不住你，我不是人。别来这套虚的，电费1天1节，1个小时40度电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我不是个好人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处处跟你过不去，还背后使绊子。你放心，这3天我就是拼了这条命往外卖，少卖1斤我自己都没脸在这条街上站。先把铺子里那些臭肉全清出去，拿消毒水里外给我冲3遍，门口那滩水拿刷子刷干净了。我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，我只看往后，这条街咱们还能不能挺直了腰板做买卖？同行不一定非得是对头。你想想，这大热天，全市几10条夜市街，光靠我一家铺子往外供肉，就算那3台发电机全烧冒烟了，我也接不下所有的单子。做买卖得抱团才能成气候，这条街的名声要是臭了，买主绕道走，咱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得喝西北风。郑兄弟，你放100个心，这批肉我重新过秤，一块比块挑。别说是坏的，就算颜色差一点的，我都不往那些牌大妈手里送。
要是让一颗老鼠屎混进去，我当着你的面把它嚼碎了咽下去。把路走正了就行。夏天才刚开头，往后按规矩办事，比什么都强。赶紧忙活吧，那些排档老板晚上还要过来拿货。老冯，你看看人家小郑这度量，昨儿个还你死我活的，今儿个就伸手把人拉起来了。是啊，这条街往后怕是不一样了。咱算是见着明白人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大格局。有他在咱们这条街上撑着，往后就算天塌下来，咱们这些开牌张的也敢照常开门做生意，这话不假。老万，只要郑老板点个头，今晚我们就来你这儿分点货。你可别再拿臭肉来对付我们，上回那味儿，我现在想起来还犯恶心。冯哥，今儿全照郑老板立的规矩来，缺斤少两，我10倍赔给你。你小子这回总算靠谱了，你可别拿我开涮了，我老万这回是认真的。人群外围，一棵老槐树下，他静静地站在阴影里。他手里攥着那张昨天带去市中心豪华商铺的银行卡，卡里的钱连那个圈子最低档的店面租金门槛都够不住。他以为郑源已经垮了，回来只是想亲眼确认，可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连当初最瞧不上郑远的万宝柱，此刻都对他服服帖帖。郑远正调试发电机，但整条街的人都在仰着头看他。悔恨像冰水一样从头顶浇下来，浸透了沈若楠全身。那30万是他逼着郑远一块一块攒下来的，可他到今天才明白，真正让钱生出钱来的不是那堆冷冰冰的钞票，而是郑远脑子里装着的远见和骨头里透出来的硬气。而他呢，为了一个包，一份虚荣，亲手把这个最靠得住的人推开了。开花试试。修好了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！电来了，可往后这买卖到底怎么做，得立个规矩。郑兄弟，你直接定调子，你咋说我们咋签。今儿这纸上写的就叫诚信鲜肉联盟，没别的，就3条铁规矩。第1条，变质发臭的肉一块都不准往馆子里送。第2条，碰上这种极端天气，联盟内部谁都不准坐地起价。第3条，互相搭把手，往后谁家流水周转不开了，设备坏了，联盟一块兜底。进货渠道、冷库设备全部共享。往后这条街就是一块金字招牌。这还有啥可寻思的？小郑挑头，我老周头一个签。我第2个，往后我那几个包厢的客只认咱们联盟的货。你看，我说吧，给我留个空，我那排档往后的肉全从联盟拿。郑兄弟，托你的福，还有大伙这几天搭把手。昨天下午那15万的债我已经全还清了，规矩立完了，日子还得往红火里过。都过来吃块瓜解解暑。消息传得比风还快，全城各大饭店的采购老板攥着订货单，全往这条名声大噪的农贸街赶。我们老板说了，只认这条街上诚信联盟的货。发电机的声音停了，可属于我的生意才刚开张。